进来。哎，处长，您方便吗？方便呀，说。啊，这是今年院内中层干部竞聘的名单，各科室提交上来的，后天领导投票决定。检验科的小王大夫也参加了。啊，他只是报了名，资料还没有交上来。那你赶紧催一下，后天院里就要投票了。哎，知道了。来，处长，那花真漂亮。病人陈小雨5岁半，是一个永存动脉干患者，分型为2型。江百烈，考你，什么是永存动脉干？永存动脉干，永存动脉干是一种先天的大血管畸形，患者在胎儿时期由于胚胎发育有缺陷，导致他原始的动脉干没有分为主动脉跟肺动脉，且只有一组半月斑跨于2姓室之上。这样的情况虽然少见，但是一旦发生不做手术的话，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精神点了吗？不可能。不过主任，为了避免肺动脉高压，最佳的手术时机是出生后的6个月内。这孩子都5岁多了，还能手术吗？这得问叶主任啊，病人是他介绍的。一鸣，你哪儿捡这么一病人？门诊大厅啊。他们家是外地的，家属没挂上号。你呀，老是给自己找麻烦。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以后我是不是就不帮你跟李主任求情了？你做这是好事儿，这个将来好事儿有好报，对吧？继续努力。病人出生没多久就已经确诊，那个时候治还可能痊愈，可是现在已经5岁多了，我想现在早就是肺动脉高压了。可是肺血管病变到什么程度才会被列为绝对手术禁忌症？这一直是有分歧的。我最近查了一篇文章，如果肺血管阻力小于15误的 ，QPQS 大于1.25，对吸氧实验有反应，就可以成为手术指征。师兄，你这快把我们心外的活都抢了。班门弄斧，这不刚好看见了吗？就给大家做一参考。江百烈，给病人开 CT。超声、右心导管检查。对了，还有造影，尽快做。说。我也不能确定这个手术能不能做，要等所有的检查出来才知道。你能收这个病人，我就很满足了。叶主任再见。抓紧时间啊！啊。我怎么觉得主任跟叶主任说话的态度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哎，他们是不是以前就很熟啊？这你都看出来了，肖百烈你够早熟的呀。护士长，我先去核实一下啊。行，快去吧。护士长，导尿管没有了。不应该啊，我记得储藏室还有很多呀。我都翻遍了，一根都没找着。护士长，要不然你帮我找找呗。我一会儿要去护理部开会了，你让一茜帮你找找。啊，不行呀，护士长，我还得去换药呢。护士长，那没办法了，要不你还是帮帮我吧。行，走吧。怎么是空的？不应该啊，是不是跟那个引流管放在一起了？它们长得也挺像的。陆老师，这个是杨瑞，你怎么在这儿？罗老师呢？平时那么机灵，这回傻了，也不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吴明明小姐，未来的人生，我还想这么和你腻在一起，不知道能不能愿意赏脸嫁给我。主任，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刚刚明明姐的男朋友跟她求婚，我们去看热闹去了。他同意了吗？答应了，然后他去护理部开会了。护士长都去开会了，你们3个还在这干嘛呢？工作。汤主任，叶主任，有事吗？小雨的检查报告出来了，病人是你介绍的，所以想让你知道一下。怎么样了？有手术指征，可以手术。哟，
唐主任、叶主任，恁来了。小雨啊，快叫人。阿姨好，叔叔好。少说话，现在科里住的病人有点满，所以条件不太好，只能加床了。等一有空床，马上给你们换位置。啊，这叫啥条件不好啊？这好得很，好着呢。你看，有医生能干看病，那是俺的造化呀。要不是叶主任，俺都挂不上号。别这么说，小雨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除了先心病之外，肺动脉高压有点重。不过好在是有手术指征的，可以手术。那就好。您是小雨的？我是小雨的姥爷。哦，那还是尽快让他父母来一趟吧。毕竟这是大手术。小雨的病刚查出来的时候啊，他爸妈就闹离婚。这后来呢，他妈嫁到外村了，他爸呢也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他呀。小雨是我一手带大的。唐主任，俺就想问问，是不是俺把小雨耽误了，没早带他出来做手术？你为什么会这么问？不是不想来，是因为手术费贵。后来知道新农合能补贴一部分，加上我种红薯，卖了钱我都攒着，攒了一阵子才敢带孩子来手术。我就怕是我把小雨耽误了，看着孩子每天这么难受，这么痛苦，我心里。您放心，您没有耽误，所以心理压力不用那么大。只不过这个手术完成上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术后的并发症比较高。但是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没有耽误的，没耽误就好，没耽误就好。谢谢。别客气，别客气，让孩子好好休息。好。少说话。你走了啊。我刚才啊，真担心你会把事实的真实情况告诉小雨的了，说确实耽误。就你会做好事儿，我就那么冷血吗？一点眼力都没有是吧？不是这意思。小雨的各项指征都压在手术线上，既然是你带的病人，那麻醉我责无旁贷啊，一定为唐主任保驾护航。有人吗？这谁的孩子啊？不哭了，不哭了。天照5连胜。王警官，我吴敏敏。昨天的案子有进展了吗？哦。那如果有消息的话，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好，谢谢你啊。怎么样，护士长？王警官说找到那婴儿父母的下落了吗？说医院的监控只拍到扔孩子那个人背影，是个女的，但具体这身份还要调查。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扔，那也太狠心了吧！王警官也说了，这是犯了遗弃罪，要抓到的话，可能会判刑的。那他们是活该。可怜的是那孩子，新生儿科的护士打电话说那个孩子特别爱哭，昨天晚上闹了一晚上。我说要是你们心脏在胸腔外面跳，你们也得哭。麻醉马上来接人了，陈小雨的姥爷去哪儿了？刚联系了，说马上就到。你马上再去联系。孩子马上手术了，老人为什么不在医院呢？行，那我联系一下。
主任，哎，我正找你呢。部长，我还要找你呢。听说你订婚了，恭喜你！谢谢主任。我找你，是关于那个弃婴的事儿。勘测5联症的那个孩子啊，新生儿科给他做了 CT， 这是检查结果，你看一下。这孩子算严重的吗？算是很严重。不只是外表畸形，心内还合并了严重的流出道畸形。如果不马上手术治疗的话，不会马上死亡，但是自然寿命不会长。这正是我想找你的原因。医院有紧急人道主义救助义务，所以新生儿科暂时收了这个孩子，可他们那边做不了这个手术。我明白，紧急人道救助是要救助那些马上生命在短期内有危险的人。这个手术算是纠正畸形，不在范围内。那你说有没有可能组织公益手术？其实你昨天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一点，但是最近的情况特殊嘛，秦大中的那个病人，我们已经做了1台公益手术了，所以人情债已经透支了。最近刘峰也不太高兴。这个手术如果只是涉及到我们心外科还好，但是髌髏5联症还要涉及到胸外科还有普外科，这种跨科的大型公益手术，我是担心组织起来。我明白你的担心，我也知道难度的确不小。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还是想试一试。敏敏，主任，你笑什么呀？如果你不想试，我才觉得意外呢。我肯定是支持了。如果你能找到资源解决这次所有手术的费用的话，我的时间是可以赞助的。谢谢你啊，主任。客气什么？喂，找到了。陈小雨的姥爷到了。去哪儿了？好像是老爷子带的钱交完手术费就没剩多少了，所以他找了个临时工。哟，对不起啊，唐主任，俺来晚了。没关系。一会儿手术千万不要离开医院，中途要出来让家属签字。哦，我不走。我这活嘞是半夜2点到早上6点，我今天刚去，不知道啥状况，明天我就知道了。哦，我的手洗过了，龙医生说让我洗完手再给小雨梳辫儿。哎呀，小孩一会儿进手术室来，这个给小孩。小朋友，这个娃娃是不能带进去的，要给姥爷拿着啊。不哭啊，不哭。不要紧张哈。唐主任，
的添麻烦了，俺家小玉给你添麻烦。你好，宋主任，您现在时间方便吗？想耽误你几分钟。找我有事啊？是这样的，我呢捡到了一个弃婴。哦，这个我知道，就是勘断5联症那个，怎么了？啊，我想试着组织一场公益手术，普外和胸外的主任都有意参加，我们科的唐主任也愿意帮忙。主要现在手术费用的问题没法解决，咱们科不就你和各大救助基金的人熟嘛，所以你看，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副指导，咱们是医务工作者，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参加公益手术，自然是责无旁贷。主任，病人心衰加重了，我打给移植中心问了，还是没有供体。不是刚才对药物反应不错吗？哎，宋主任，将左右肺动脉开口连同相连的动脉干壁一起切下来，缺损在这里，可以直接缝。但我今天用了补片修补，主要是保险，一定要缝严密。不然停体外循环的时候，开放主动脉阻断前再发现漏血，止血会非常困难。血氧有点波动，我在控制，你继续手术。好。哎，这台手术有惊无险，终于算挨过来了。谭主任，这手术啊占一半，术后恢复占50%，这仗才打一半，别高兴太早了。最艰难的一半，你这个只饮半杯水的悲观主义者啊！先吃饭吧，菜都要凉了。我跟你说啊，在医院待得越久，我就越来越不相信“人生来平等”这句话。我觉得在医院里已经算是相对平等了，不管你这个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得了病都一样要受罪。我记得几年前啊，有一个全国富豪榜上排前几的人得了晚期肝癌，来安和做手术，所有的一切都用的是最好的，可最后人还是走了。我说的不是这个，很多人没有出生就已经得了不治之症，孩子刚刚出生落地就没有办法跟其他健康的孩子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一生下来就要靠手术刀才有机会活下去，所以哪有那么平等的？很多人努力一辈子都希望能够平安生活，健康无忧，少病少灾就够了。不过今天能完成陈小雨这台手术，我真的挺开心的。这种错过手术最佳时期的患者，能救一个就是捡一条命。所以谢谢你从门诊捡到这对祖孙，敬你啊！还有，谢谢你在手术台上保驾护航。干杯！干了啊！来，你真是笨哦。笨笨的不挺好的吗？我就喜欢笨笨的，不然怎么凸显我男朋友的作用啊？来，3手拉弦，前手推弓，别紧张。3、2、1。等会儿，闭哪个眼睛？闭左眼。闭左眼，左，这样。对，这样对了吧？来，3、2、1，放。我可以了。我有衣服，只是今天不是从医院出来的吗？把女朋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男朋友才有成就感吧。哎，你看这裙子怎么样？我不太适合吧？我觉得挺好的，试试。我听说你参加中层干部竞聘了。是啊。让你们补材料。啊，我今天收到通知了，我明早补交。哎，明天院领导集体投票吧？其实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明天的投票我也参加。我们的关系……嗨，你不用在意，你想投谁就投谁啊，我又没叫你非投我。那我要是真的没投你，你会不高兴吗？我为什么要生气啊？而且，我也想靠自己的实力竞聘上岗。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没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心态，那我就放心了。今年的竞聘很激烈。是吗？我快过生日了，反正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竞聘上科室的副主任。啊，你刚才不还说你不在意吗？哪有人不在意自己的前程的？你好，看看这几件有喜欢的吗？必须得是监护人申请吗？好的，谢谢啊。喂，杨瑞，我还在医院呢。啊？叔叔阿姨明天要来？姐，你看这孩子哭得不停，愁人。他肯定也难受。好了，晚安。抱抱。哦，对了，吴姐，我有事儿跟你说。什么事？这医院捡了孩子的事儿，妇科跟产科不都传遍了吗？今天产科来了个护工，说可能知道孩子的妈妈是谁。是谁啊？上周东边大桥下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那女人来的时候就怀孕了，然后自己还把孩子给生下来了。护工说他见过那孩子，孩子肚子上有个包。哎，你好，王警官，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是这样，关于上次弃婴母亲的事儿，我有个很重要的线索想跟你反映一下。情况怎么样？还可以，刚才吸了痰。不好，是肺动脉高压危象，把氧浓度调到100%。好，准备一氧化氮，来半支前列蒂尔。周达，主任，患者昨天晚上共出现了3次肺动脉高压危象，但是都在用药以后得到缓解。主任，我觉得血啊，一般术后48小时，肺动脉高压开始下降。如果能挺过第48小时，说不定还有希望。不用一氧化氮吸入了，改用靶向药。那就瑞莫都林和波生坦，还有西地那非。快去吧。好，我去开医嘱。主任，小雨老爷呢？在 ICU 门口守着呢。他应该是早上过来的，不过我看他身上衣服挺脏的，应该是昨天去打扫街道了，嘴里还。
怎么了，龙医生？麻烦帮我把这个娃娃做个消毒，这个不是……最好能快点。哦，好，于倩，过来一下，把这个消毒寄回拿给龙医生。哦，好嘞。下来。举手之劳。护士长，我听说你今天要见未来公公婆婆，查完房子还不走，在这儿干耗着干嘛呢？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哎，你好，王警官。找到了，哎，那太好了。哎，那方便我跟你一块儿去吗？处长，这是检验科补交的竞聘人资料，您看看。就这些啊？那论文或者是科研成果什么的？你也觉得这王光奇怪吧？论这资历，这科室副主任怎么也轮不到他呀。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那同期竞聘的姚小岗可比他优秀多了。这我们背后都说他要不是上面有人，要不就是脑子进水了。别这么说别人，本来竞聘就是人人都有权参加的。哦，那我先走了。嗯。那这个女的是谁？她为什么要遗弃孩子？孩子的父亲又是谁？还不知道。这个女人有精神分裂症，在救助站进进出出的好几回了，每次进去就犯病，非要往外跑，谁都拦不住。上回到救助站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唉，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救助站的人怀疑他遭受了性侵，就报了案。我们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也没查出来。只好是不了了之了。这回是又偷跑出来，就是住附近，还自己生了孩子。哎，他在那儿呢。
小玉，老爷来看你了，娃娃也给你带来了，乖，疼不疼啊？老爷早点来带你做手术就好了，早点来就好了。老爷知道，老爷明白，你乖乖的听话啊。等你的病治好了，咱回家，回家啊。老爷子，该出去了。哦，老爷去外边等你呢。等你好了，老爷接你回家。心脏停了，给肾上腺素，赶紧抢救。肾上腺素。好。出针。这儿。192。充电。150.2。充电。再来。很抱歉，占用大家休息日，材料大家都有了，大家在自己认可的竞聘人上面打勾，投完票回家吃饭。我快过生日了，反正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竞聘上科室的副主任。主任，已经抢救1个小时了，主任。死亡时间中午1点30分。
谢。怎么了，主任？那个青音的母亲已经找到了。是吗？那警察把她带到医院了吗？怎么说？她刚出了车祸，已经宣布脑死亡了。我们把她带到医院进行抢救，还给她做了 CT。在检查中发现，她以前手臂骨折过，骨头上打过钢钉。王警官说，只有查出她的身份，才能安置那个孩子。每个钢钉序列号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查到她之前是在哪家医院做的手术？都查到了。她叫李小晴，上过大学，毕业前不久得了精神分裂症，还住过精神病院。出院后不久就离家出走了。那他们家里面还有其他的亲人吗？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只有一个舅舅。李小晴在大学的时候登记过器官捐献，捐献的器官有心脏、肝脏、肾脏和肺脏。虽然精神病患者不能捐献器官，但鉴于李小晴登记时还没有发病，所以移植平台那边肯定她的捐献是有效的，并且已经在系统里找到和她匹配的病人。你们是为了救助基金的事来的？听说你想让我来求你，你才肯帮忙，可是我根本不打算求你。我可没说过这话。既然没事，就别耽误时间。我一会儿还有手术呢。我知道，你们一会儿有心脏移植吗？啊，现在你们组的人应该正去手术室取心脏供体吧？我还知道你的病人刚刚得到这个供体。你怎么知道的？奇了怪了。因为这个供体捐献者就是昨天那个青音的母亲。宋主任，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去问王警官。佳宇，佳宇，佳宇，预约的时间到了。谢谢。你今天没有工作，可是我等一下还要手术。我知道，可是因为时差的关系，只能有这个时间可以。这个婚姻咨询是很难约的。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努力吗？也许经过这10次的咨询，我们的关系就可以改善。我们现在关系不是已经改善了吗？我已经让你搬到家里来住了。可是我还是睡沙发。
husband with a knife. Thankfully, she didn't hit anything critical and only hurt his arms. 我时间来不及了，还要多久？ Sorry, Dr. White, that my wife, she has to go to work, so perhaps we can hold this conversation till next time. So sorry. Okay, good. We'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Goodbye. Bye. 可以了吗？还有一个就是这沙发床太软了，我睡不了软的床。你还记得吗？我就是滑雪伤到了背，所以那个我等一下有手术，要不然中午。行啊，那你中午的时候你陪我去买一个比较硬的沙发床吧。你打电话给我。好。唐主任，病人情况。病人是堪称5连针术后，性功能恢复尚可。但因前下胸壁放置了梯形金属踏板，创面太大，所以要在 ICU 多住几天。那就让他在 ICU 多住几天，让创口恢复得更加强一点，免得伤口感染了。好的，唐主任。哎，吴敏敏呢？这2天来儿科 ICU 的时候，她不都在吗？今天怎么没来？那天没去机场接叔叔阿姨，是我不好。昨天不是陪他们吃饭也道过歉了吗？你还生气呢？你不说还好，一说我更气。就说接机那天警察去调查，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就算遇到突发情况有情可原，可我爸妈都来3天了，你才去见了一面，就陪着吃了个饭。明明，我妈本来就不同意我们的事，现在她态度更坚决了，是怕你忙，以后不顾家。阿姨不同意，你以前怎么没告诉我啊？我不想告诉你，免得婆媳关系不好相处。可你也得有个分寸啊，孝顺长辈，不是我们该做的吗？是，都是我不好，怪我太忙了。我问你啊，你未来的婆婆对你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呀，她是你妈妈，是你最爱的人呀。我爸妈想去三亚玩几天，我正好有假，你也请年假，咱们陪着老人一起，好好表现一下，也许有救。可现在请年假，正是科室最忙的时候，而且我肯定走不开的呀。科室，你心里就只有科室。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着急嘛，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刚才那几个术后的病人还可以，主要是2次开胸的，要盯紧一点。他醒的也不太好。再观察1天吧，如果情况不见好转，就让沈外来会诊。好。喂，刘峰。什么？什么是关于1000万的艰巨任务啊？我先跟你们预警一下啊，这个病人的情况很麻烦。病人家属包专机，从外地运到我们安和医院，付出巨大。用刘副院长的话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好家伙，包机，付出够大呀！用刘副院长的话说，是个知识型企业家，从前也是学医的，后来转行经商，去年还捐了1000万给医学院修图书馆。哎，主任，是安和直系的医学院。听说你跟叶主任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啊，哎，那我和这位病人是校友啊。秦大忠，还没看 CT 呢，你愁什么愁，皱什么眉？哎呀，我是在想啊，医学院毕业的转行都能干这么好，他们什么公司还招人吗？招人也不招你啊，我可以当专家呀。别停了，看 CT 吧。你们看完片儿，我保证每个人都会吐。这简直就是事故现场。病人李家和，38岁，3个月前被诊断为主动脉退行夹层，在外院进行介入治疗，放置一枚腹膜支架。
白烈，提问你，为什么这个夹层可以不用开刀？答：因为是 B 型夹层，位置在降腹动脉。可是，病人都这样的情况了，还不如开刀呢。放置支架之后呢，病人高烧不退，支架感染，很快就波及到整个左侧胸腔。食管已经被感染了，还破了个洞。食管破溃达12公分，患者反复呕血休克，医生担心血流进食管里，又放置了一枚食管腹膜支架，但是非常的失败，支架脱落，直径掉进胃里。但是食管的破口还在，也就是说，现在每吃一口饭，大概有1半的东西吧，会掉进胸腔里。腹膜支架感染，这是公认的难题啊，这基本上没什么希望啊。所以病人家属现在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们重病组的身上。院领导希望我们再搏一搏，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胸腔当成是大型的事故现场，怎么样能一步一步重新把它建立起来？需要尽快想一个可行的手术方案。你们几个先想一想，我去打个电话。好。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中午一起去家具店买东西了，临时来个病人，很严重。OK，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喂。这个人工心脏的流量要调的比咱们预想的高。您之前说的是1到3升啊，现在唐主任说，等植入人体时需要1到10升的流量才够，所以实验阶段咱们就……王工，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人工心脏的研究报告。你穿的这是什么？衣服呀。我知道这是衣服。我说，你今天这个就很奇怪，你平时不这样啊？王工，我穿什么衣服跟你没关系吧？我是来跟你说正事的。哦，行，你说。人工心脏里面有一个内置控制器。你们现在用的是进口品牌，对吧？我查到了国内一家公司正在研发这种内置控制器，这是产品的资料，我认为值得一试，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真正的完全国产化，不需要依赖国外的任何零件。我为什么要试一个国产小工厂的这种零件啊？我们做的人工心脏不就是为了摆脱对国外产品的依赖吗？首先啊，不是我们，是我做的，啊。其次，现在是全球化经济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商品可以孤立存在的。你放眼看看这个实验室里所有的设备，你随便拎出一个，它里面的零部件的产地排出来都能排一个联合国。是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国内可以制造出所有的零件的话，这不是更保险吗？任何技术有总比没有强。就像我管理的安和医院，所有的方案我都要备2份，方案 A 和备选方案 B。行，你不用说这么多啊。这样，现在所有的样机我们已经用了这款进口的内置控制器，包括底下那些动物身上装的也是这个东西。唐主任说过了啊。只要有6只动物存活超过60天，我们就可以进入临床实验阶段了。你这个时候给我拿这个东西来，你是打算让我从头再来吗？我没有想到这一层。你当然想不到了，所以我说你不要操这些心，你就搞好后勤就可以了。研发的事情有我们呢啊。知道了，走了。哎，你等一下，你把你这东西拿走，这废纸。扔了吧。把这扔了。哎呦，我女朋友真好看，比那天试衣间还好看。穿这身衣服其实上班我觉得挺不自在的。
你就是不适应，多穿穿就好了啊。今天咱俩都调休，想玩什么？乔要和你在一起，什么都可以。哎，欧阳，我问你个事儿呗。那个中层干部竞聘的事儿，出结果了？还没有。哦。哎，那你帮我看看呗。我怎么帮你看啊？你是义务出场，看看结果还不容易？这个要等院里公布的，我办不到。你看你还当真了，我就随口一说。走，打保龄球去，打完吃牛排。唐主任，李家和，主任，感觉怎么样？感觉胸口像破了个大洞。感觉挺准确的。唐主任，我也是学医的，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没什么希望了，都是我太太，非折腾着把我弄过来，叫我走，都走得不舒心。你要去哪儿啊？儿子还在家等着你呢，我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哪儿都不准去啊。你是学医的，那我问你个问题 ：A 型夹层跟 B 型夹层的区别是什么？你看，连我们心外最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就给自己做诊断了。我们想到了一套手术方案，很有可能会治愈，想不想听听？唐大夫，真的可以手术吗？是可以做手术的，只是手术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需要病人全力配合。不知道李家和，你能做到吗？好，你说，我听着。好。先生，您确实是在我们这儿购买的沙发，您看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想换个沙发床。以旧换新呢是抵原价的6折，还有，如果您购买的沙发呢，价格是低于原价6折，我们这边呢是不给您退还余款的，您看可以吗？行吧。您看一下这4款，您有什么需求吗？我就想换个硬一点的，因为我背受过伤。硬一点，行，那这款就可以。行吧，那就这个。那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吧，我们这边呢给您送货上门。地址，地址我不是很清楚。行，那这样，上次购买应该有留过记录，我帮您查一下。哦，谢谢。哎，好。先生，查到了，乐辰小区2号楼1002，留的是唐小姐的电话，还有一个叶先生的电话，注明了如果联系不到唐小姐，就给叶先生打电话。您就是叶先生吧？我不是。那就明天第1期手术，第3期手术会比较麻烦，要建模，然后再约一下麻醉跟胸外的，开个会。唐主任。哎，刘院，问一件事儿。啊，那你们先去忙。刘院再见。那个李家和的手术计划定了吗？定了。真是这么多年没见你对别的病例这么感兴趣啊！哎，人家可是捐了1000万培养下一代医生，为他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这过分吗？不过分，你是院长，关心病人是正常的，你就是病人最好的院长。那当然了。那个第3期手术啊，就转到胸外，我亲自主导。知道，猜到了。哦，对了，那个医疗世界的黎记者要采访你。我没时间啊，李家和的手术。对，这个时候不能分心。那我去应付他，我就跟他说，等动物实验做好了，那个参观采访一起做，你看怎么样？罗护士，麻烦帮我拿个换药包，我要去趟儿科 ICU。ICU 有
有啊，为什么要在科里拿呢？科里便宜嘛，而且救助基金提供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得省着用。哎，那正好，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哎，护士长你就别去了 ，ICU 那边护士多的是，是吧，龙医生？是啊。下来。整个宣传还是要拜托你啊。好的，好。哎，一鸣。刘院长，李英，你们啊，是这样，这个李记者呢想采访唐主任，但是唐主任太忙了，约了下一次。哦，对了，李记者，我记得以前你不是老来院里找叶主任吗？怎么最近也不来了？我跟叶主任不熟，是您记错了吧？是吗？哎呀，可能是找一鸣的女孩太多了，我记混了。吴峰。啊，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这样，我先去处理点事，你帮我送送记者。宣传的事，拜托了。哎，好。哎，叶主任，再见。回来了。回来的刚好，快好了。你在做什么？我们上次在艾米家吃的烤鸡，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喜欢吃。我今天不太饿。你是不饿，还是吃过了？还是只是不想跟我吃？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个家的家具是你跟谁去买的？跟同事去买的。我认识吗？叫什么名字？哪个科室的？你觉得我有义务接受你这样的盘问吗？是你出轨，不是我出轨。我没有在盘问你，而且为什么又提到出轨的事情？不是说好重新开始的吗？但是我从酒店搬回来之后，你就没有好脸色给我看，甚至连一张床都不愿意跟我分享。我只是问几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连实话都不愿意告诉我，这样我们要怎么重新开始呢？你想听实话是吗？好，不只是一张床，甚至在同一个屋檐下，我都觉得不自在。这样你满意了吗？你去哪里？医院。啊！唐主任，叶主任，谢谢啊。见过李家和了吗？见到了，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感染控制的怎么样了。他营养差，身子弱，要经历3次大手术，是个挑战。只要能撑到明天就行，营养今后可以再补。不过他现在的情况，感染那么严重，没有时间再等了。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没有啊。还嘴硬？你的情绪都挂在脸上，你自己不知道？哎，叶主任，你怎么还没走？他们都去了。你们先去，我马上就过去。行，那我们先去了，拜拜，拜拜。你还有事啊？那你去忙吧。手术室的几个同事约着一块儿去玩卡丁车，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
咱们要不要来比个赛啊？怎么比啊？按老规矩来呗。第一个过终点的人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帮他值一次夜班。你们这儿的人谁能帮我值夜班啊？我还是随便开开吧。重在参与嘛。哎，你们准备好了没啊？好了，好了。那来吧。别呛着了。本来可以得第1的，结果得第5，气死我了。哎呀，他们总玩，一开始让着你呢，那最后一局啊才动真格了。那你呢？你得最后1名，这真是实力还是让他们？一半一半吧。最后1名掏钱，总不能让小朋友们掏钱吧？没看出来啊，叶主任深藏不露。哪像你啊，跟小朋友们斤斤计较的。我哪儿计较？他们犯规了。你还撞我车了呢，那你是不是也犯规了？我那不是故意的。哎，常主任，你上去吧，我去趟超市。去超市买什么？刚才去超市你怎么不买？啊，刚才我忘了。啊，没事，你上去吧，我走了，拜拜。主任，都准备好了。病人已经进入麻醉状态，可以开始手术了。开始手术。处长，中层领导竞聘名单已经出来了，院内网已经公布了，还有刘副院长的助理通知说1个小时之后开会。哦，好，我知道了。处长一会儿要开会。真是晦气到家了。那个老女人她都不给我放水。哎呀，都出了这么些事，难道就一点感情都没有？能有什么感情？她比我大6岁。要是个御姐也就算了，你看她整天穿的，跟个老修女似的，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要不是为了竞聘，我都不会跟她见面。所以你是为了竞聘，专门在社交网络上找的她？哎，也不是。就是撞，这不嘛，我聊了好几天，他才肯发照片。我这一看，哎呦，这不医务处处长吗？我想快竞聘了，拉个助攻，算我倒霉。不过你俩要是分手，他利用职权报复你怎么办？你说的有道理哈，凉个茶。对不起，是我配不上了。
就是他掉进胃里了。可以了，剩下你们来吧。好，细致一点啊。知道了，主任。唐主任辛苦了。你也辛苦了，叶主任。我们再来重申一下这个规则。第一呢，重点就是6只动物超过60天存活，那就说明我们的实验基本成功，可以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了，对不对？年年还有小李，你们两个记住啊，从咱们这儿过的这些数据，你们一定要仔细核查，千万不能出任何的纰漏，好不好？给你们买的饭放这儿了。哦。哎，你今天这个衣服不错，看上去比较正常。我们呢，重点在硬件部分，千万。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呀，正常。你不是就想说我没有女人味吗？你们这些人都一样。哪些人啊？垃圾人。王海明，我就没有见过情商比你更低的。我穿什么衣服用不着你来评价。实话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有样机，安和医院绝对不会跟你合作。记住，我是医务处长，不是你的保姆。以后想吃什么自己买吧。1到10这些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嗯，好的。怎么样，唐主任？主任，都挺平稳的。第1期手术做完了，还不错。要看你感染的情况，才能确定第2期手术什么时候做。好好休息啊。周达，要密切关注感染，还有胸腔内的情况。知道了，主任。好，辛苦。李英，你怎么来了？一鸣哥，我有事想跟你说，是很重要的事儿。好吧。佳宇，快点！你看，你这是干嘛？上次做的烤鸡失败了，所以我今天给 Emily 打了一个 video call， 然后她教我怎么样做这1周的菜，尝尝看，味道是不是你喜欢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佳宇，我真的很努力，我很用心的想挽回我们的婚姻。你要怎么样才能从过去走出来呢？我看到你的努力。这既然你从美国那么远飞回来，是来解决我们婚姻的问题，那你就应该拿出你该有的坦诚。我需要知道事实的真相。他是谁？我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在一起多久了？只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我们才有能力把它解决好，而不是做一桌子丰盛的晚餐。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可是那些都过去了，提它做什么呢？不好意思。喂。好，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对不起，我马上又要回医院了。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坦诚的把事实跟我坦白，而不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制造所谓的惊喜，这样会
不适的侵犯。主任，病人现在情况？病人现在是主动脉残端膨出血管瘤，增大的速度非常快。如果晚上不手术，我担心血管瘤会破裂，到时候出血会感染到整个胸腔。不好意思啊，有点事儿来晚了。叶主任，尽量帮我保心跳，病人现在身体太弱，所以我担心。明白。所以我们眼前必须尽快切除血管瘤，然后尽量第2期的手术能够提前。今天晚上这场手术是最难熬的。明白。那我们开始手术了。汤主任，手术成功了吗？还算挺顺利的，感染的部位还有破损的食道已经切除了。恢复的情况要看明天。对。详细的情况周医生会给你讲。谢谢唐主任，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李太太，您放心好了，李先生的人造血管我们已经给安。虽然现在很虚弱，但是你放心，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像他这样的身体啊，1天2个大手术，真的算是很能扛了。我们这些医生都很佩服他。哦，对了，我给周医生打个视频，让你看看李家和的情况。好，接通了。嘉禾，嘉禾，嘉禾，你怎么样了呀？嘉禾。李太太，您别着急啊，那个我听一下李先生说什么，我转述给您，啊。好。好嘞。李太太啊，李先生说了，儿子在家等他，您也在这儿陪他，他哪儿都不去，您放心啊。嘉禾，你要好好的呀，你一定要挺过来。我们不只是夫妻，我们还是家人，所以我们现在要挽救的，不只是婚姻，还有我们的家庭。
喂，是我。沙发床送到了吗？如果没有送到，就别让他送了。今天你回卧室吧。你看，那个就是你。都这么小，哎，明明，你带我来这里干嘛？那个，杨瑞，我年假批下来了。但是我最近不能休。如果不是因为我，就不会这么快的找到李小琴，她也不会死。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这是她的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多关照一下。况且这个孩子刚做完手术不到1周，情况也不是很稳定。如果我每天来上班的话，还能每天来看看他，这样我也放心一点。吴明明，你为什么总是把工作摆在我和你之前啊？我受够了，我们分手吧。哎，刚下班啊？对。我们刚去了趟超市。李家河现在术后恢复的不错，已经转到胸外了，后续食道重建就交给胸外负责。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组里面最近都是择期的手术，所以江百烈，在手术安排上一定要合理。很多病人住进来3天了，手术还没排；有一些病人刚住进来你就排手术。病人有情绪的话，我们工作起来很困难。我知道啊，主任，实在是太忙了最近。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说，欧阳处长暂时要退出我们人工心脏的研发，所以王海明那缺人。但是呢，他又对动物实验中心的人很排斥，所以又排斥。这个王火真够麻烦的，跟谁都合不来。所以呢，想从我们组里面派一个人，去帮他监管植入手术后的实验羊，去记录一些数据。谁愿意去？哎呀，这怎么连墨了呀？我去吧。你去了，你的工作谁负责？没有人愿意去吗？那就你去吧。确实这个工作呢费力不讨好，所以我觉得，等人工心脏研发成功之后，发表论文的时候，江百烈的名字可以排在我的后面。你怎么来了？哦，我是
我是来看看你。欧阳，嗯，你还好吗？我很好，我为什么不好？哦，是吗？嗯。不是，你不是给我打电话说你跟那个小王大夫分手了吗？还说他人品有问题。我不是你感情顾问嘛，是吧？那天是我一时冲动给你打了电话。其实你不用来的，我真的很好。对于成年人来说，分手是一门必修课。那个男的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应该感谢他。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免费的课可以上。我要感谢他。这样的机会很难得，被烂人甩了，是为数不多可以让人迅速成长的机会。你是真的看得这么开吗？我像看不开的样子吗？不像。就是你今天这个妆，这是我在网上查的，思前任。见烂人必胜妆容，拉长加粗的黑眼线，吃了血一样的牛血色口红，还有这颗痣，就是这个妆容的最大特点。虽然说我不经常化妆，但是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已经掌握到了精髓。反正我确定你没事就好了。没事了，放心吧。啊，对了，还有你跟那个王海明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为什么同时给我打电话说都没有办法接受对方？他那个人呀，反正就是不可理喻。啊，真的没事啊？嗯，我没事。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还有台手术。快去吧。嗯。挺好的是吧？放心吧，我没事儿。好。欧阳，你保重啊！天明，晚上那场拳赛你真不去啊？我跟你说特好看。去不了，晚上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你？约人了呗，这还用问呀？别多打听了啊！哎，就这么点业余时间，哪像你呀，都浪费在拳馆了。哎，这打人跟救人，到底哪个是你的第一爱好？那我还真得想想。头脑简单，肌肉发达。哎呦，真的闹不清你是怎么混到我们医生队伍里。老秦，我告诉你啊，这叫艺多不压身。这万一哪天遇上坏人呢？这倒是，到时候可保护好我。那我第一个把你给推出去。你怎么了？你咋回事？那是咱主任嘛。而且，工作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之前开会认识在国内的朋友，已经帮我介绍一所本地的大学，今天还通知我面试。
我一会儿回去换衣服，就得去面试了。叶主任，我是急诊的徐主任，让唐主任马上去急诊。现在？对，让他马上去。你回国了？你回来干什么？赵老师，你这么着急干嘛呀？你来机场接我，我就告诉你。我刚才都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都累死了。你快来吧，我等你。到底是什么病人啊？中心那么多其他医疗组不能接，非让我停了手上的手术让我接。不知道，反正急诊徐主任说，你们唐主任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他？莫名其妙了。哎呀，唐主任，不好意思啊，停了你手术，但我请示了副院长，领导同意的。病人都已经推到手术间了，虽然择期手术，你们这到底是什么病人这么大的难度？您赶紧看看吧，看看。唐主任，您看一看。来，曹主任。病人的情况。汪月就是新娘，目前血压稳定80/110，刘东新郎也还算稳定。他不是新郎，我才是新郎。这小子跑到我婚礼上，问我老婆要不要跟他走。刘东，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王爷根本不爱你。你再说一遍，都不要动，都不要动，想不想要命了啊？我又不是致命伤，我老婆那才是。现在还不是你老婆。你闭嘴！刘东，你别说了，要不是你来，咱们俩也不会被串在一块儿。医生，你赶快把那管子拔下来吧，我不想这小子贴在我老婆后面。现在你们都不要吵好吗？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管子不能乱动，如果轻易一动，2个人可能都要有生命危险。所以你不要吵了，能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还有你们2位。尽量不要动，而且少说话。知道了。徐主任，这是什么情况？哦，我听说呀，好像是这个婚礼宴会厅的气球的充气罐违规操作爆炸了，正好赶上这新娘的前女友来闹，啪，全。哎，主任，我们要不要尝试把钢管外面的部分给锯断了？不然的话，2个人没有办法塞进机器，做不了 CT。哎，可不行啊，这太危险了。没错。我觉得现在他们应该是伤到心脏跟大动脉了。之所以2个人现在血压这么正常，是因为钢管堵住了破口。如果现在轻易动了这个钢管，很可能造成大出血，病人就死亡了。哎，我就是这意思。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把他们俩运到手术室，而且一定要进行加固。在搬运的过程中，绝对不能颠簸，不然的话会很危险。但是手术室的床都很窄，放不下2个人。要不然送到杂交手术室吧。对。
相比于普通病房来说，杂交手术室的病床更宽一些，而且有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可以全方位透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造影。我这就去。哎，卢向东，把那个食道超声做了，还有术前所有的检查。要想最后救病人，还得靠手术。赶紧去啊，有课有课，走吧。江医生，研发过程中任何细小的疏忽都会导致研发过程绕弯路。王工，你先不要打断我。你能来帮忙呢，我非常非常感激啊。但是既然来了，那你就要全心全意的把这里的工作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去做，服从研发团队的安排。我不是想，不要像某些医务处长那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好了，你可以说了，现在。谢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带你去监控室。这2个人随时可能会因为大出血而死亡，到时候最好的结果呀，就是高位截瘫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尽快想一个能够保住2个人的手术方案。崔主任，你们省外有什么好的建议？现在这么一个情况，肯定是你们心外打头阵，对吧？那心脏没了，那什么都没有了。我只能说，从脊柱手术的角度来看，一般是从他的背后入刀，但是这个男病人的脊柱呢，偏偏又是向前脱位的，那么只能是从腹部入刀，而他的正面呢又被这个女病人挡得严严实实的，而且就这个女病人的伤看起来呢比男病人要严重，理论上男病人存活的几率会更大。如果说你要问我们神外的建议的话，先把女病人从钢管上移除，然后2人同时实施手术。胸外持反对意见，我们认为把男病人从钢管上弄下来，2个人同时手术。刘副院长，如果这么来的话，这男的肯定瘫痪。瘫痪至少还有命，扎成这样能保住命就不错。老刘，你这就不理智了。这个男病人，你只要让我切除他脱出的椎体，重建脊柱的稳定性，他日后是可以直立行走的。还是那句话，这不是走不走，是命不命的问题。你们能别再争了吗？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方案，牺牲一个保一个。现在需要的是能保住2个人的方案，有没有？难道你有？我也没有。江医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植入术后的实验羊都会单独圈养，会有摄像头24小时记录它们的动态。实验羊身上呢还会连着检测人工心脏转速等数据的电线，数据呢都是在这些仪器上显示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及时发现仪器上记录的异常现象，然后反映给王工还有我们的团队。我明白了，这是我偶尔可能要回科室那边。明白。等送去质检以后呢，就不再需要这么严密的监测，我们轮流值班。行，那没问题。室颤了，室颤了。不行，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开胸。那卢峰刚才说的办法，我先接个电话。喂，王海明，什么事儿？唐主任，实验羊3号发生室颤，除颤之后人工心脏停转，实验动物死亡。那说明这是人工心脏电磁介入还不够强啊。
如果有大功率的电脑，还有除颤器的话，机器随时可能会停转。我和我的人会着手处理这件事儿，有新的结果我再跟你汇报。哎，我还有一件事我要问你，你跟欧阳真宇为什么闹得那么僵啊？你不说，大概我也知道。王海明，你还记不记得你答应跟我合作的时候，在心脏中心跟我说了什么？我们的合作就好像是，哎，斗地主你会玩吗？啊？一起排摸了一把的3和4，在概率学的角度来讲，成功的几率极低。现在的赢面已经比那时候大多了，但是我不明白这跟欧阳处长有什么关系啊？现在赢面变大了，是因为虽然我对你有成见，但是我还能找到和你相处的方法。欧阳真宇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严谨的人，他是不会无缘无故轻易退出研发的。所以，王海明，如果你想让别人尊重你，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行，我试试看。唐主任，你刚才说对我有成见，我想知道你对我的成见是什么？喂，你说什么？哎呦，喂。我就不上去了。可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呀。我交了1个礼拜的房费，你就当回过来旅游。你出国念书那么多年，如果想回老家探亲，你就把房钱给退了，这些都无所谓。但是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我回国，
是想跟我的妻子和好，重新开始。所以过去的事情就留在过去吧。喂。喂，老婆，你下手术了？手术停了，突然出现点状况。你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想听听你的声音。面试怎么样？顺利吗？他们也临时有点状况，所以取消了。那就当好事多磨吧。你几点下班啊？我去接你。不用了，今天不知道要到几点，不来接了。没事，晚点见。哎，你好好吃饭啊，别不吃饭了。好。潘主任，吕潇听你啊。这么大的手术，怎么能让吕潇独当一面呢？还不是我们科主任替我顶一会儿。面子够大的了，科主任替你，还不是因为他好奇，这种罕见外伤以后可能就见不着了。哎呀，是啊，就是现在还没想到什么方案。我在手术室的时候啊，想到了一个方案，但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什么方案？你想想啊，我们现在病人所在的手术室叫什么？咋叫手术室？有造影机，可以同时做普通手术和介入手术。你的意思是杂交手术？对，先用介入的方法，用腹膜支架堵住汪月主动脉的破口，然后移动它，由胸外来修补肺损伤。另一边呢，心外修补流动的心脏，然后再由神外做脊柱手术。当然了，要先上体外循环机，不然免得大出血。完全可行啊！方案就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没想到。你说我们一群外科医生都没想到，被你想到了。我也是看那造影机忽然想起来的，但是汪月主动脉的破口位置能不能做介入，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也是没问题的。你看这个图。就这儿。对，如果做介入的话，那肯定要先麻醉了。可是你看两个人的体位，这样很危险。那应该是不搬动两个人，尽量不要动他们的颈椎，进行食道插管。对于你是很有难度的。的确是有难度，但谁叫你有一个靠谱的麻醉医生呢？欧阳处长，您这口红什么色号啊？这么醒目。你要喜欢的话，我把链接发给你。哦，那倒不必，谢谢啊。这就是我同办公室那家伙，他对你照片眼馋很久了。哎，你别污蔑我啊！明明是你自己到处炫耀，说找了个网红女朋友。哎，我就特好奇一点，这鲜花怎么插牛粪上了？那还不是他死缠烂打呀？哎呦，这狗粮撒的呀！哎呀，我吃饭。这谁呀？王峰，啊，你找我们处长啊？他没在，出去了。出去了啊？出去好，出去就不怪我没来过了。什么？没什么，你去忙吧。谢谢啊。不是。欧阳处长，我可能之前不是对你很尊重，我跟你道个歉啊。
但是我绝对不是不尊重你啊。那我现在正式的向你道一个歉，对不起。但是你其实也说过我，对吧？你说我情商不高，啊，你还说我要不是因为手上有样机的这个资源的话，你们安和不会跟我合作。那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其实也应该跟我道歉，对吧？我们俩就互相道个歉，就扯平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好吗？我在跟你说话，你不要这么没有礼貌啊！你，我有那么好笑吗？说完了吗？喂！哎，欧阳处长。支架成功释放，主动脉保住了，可以分离病人了。王月情况怎么样？情况挺好的，说很快就醒了，刚拔了管。刘东呢？他的手术时间可长多了。血止住了，应该可以挺过去，不过恢复期会很漫长，还有脊柱的问题。真希望他们赶快好起来。我去看看王月。我一会儿接了一个阑尾的急诊，家属在门口等着呢，我去了。好。唐主任醒了吗？醒了。唐医生，辛苦了，尽量少说话。刘东，他怎么样了？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刘东挺过来了，所以你放心吧。太好了。你先好好养着。我跟护士们商量过了，等你恢复的差不多，我让他们帮你跟刘东视频通过话。不用了。为什么？等我养好了，我还要和魏姐结婚，成了别人的太太，前男友就不见了。你还要跟魏杰结婚？可是你跟刘东在手术室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是为了彼此，愿意放弃自己生命。我还以为你会。爆炸的时候，刘东扑向我，保护我，我们两个都可以为了彼此付出生命，但是却熬不过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唐医生，
人的一生能经历几次爆炸？可是生活中到处都是鸡毛蒜皮，丽姐才是那个最适合我的人。可是你不会不甘心吗？唐医生，有的人是适合一辈子在一起的，而有的人只能一辈子藏在心里。这个麻醉药物看你没法中毒，还有更多的反应。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剩下有什么动静，我自己来看一下。走吧。哎，护士长，你不是去找杨瑞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我和杨瑞彻底分手了。怎么会？你知道就行，别告诉别人。哦。喂，你先别哭，慢慢说。你把你家地址发给我，我马上过来。好。林英，一鸣哥，你来啦！我之前啊加了一台阑尾炎手术，所以有点耽搁了，不好意思啊。没事。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我有事想跟你说。进去说吧。啊不，我不想在医院说，是很重要的事儿。忘了，忘了。我要是再喝一杯，我肯定就能想起来。哎，你别喝了，你是不是喝多了？服务员，帮我再来一杯。我不喜欢他了，我觉得我自己就像这个卫生纸一样，被这样用过了之后，这么一扔，像个垃圾一样。别哭了，你自尊心都碎了。那你再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让你心里面能舒服一点？你等着，我现在这是他送给我的2样东西，看着就生气是吧？动手吧。啊？用剪刀剪啊，剪了它。
冰有点喝多了，我送他回家。好。走吧，上车。师傅，走吧。回来了。嗯，你同事怎么样？没事儿，闹了点情绪，哭了哭鼻子。女人真可爱，不管到了几岁，都跟小女孩一样。我太累了，先去洗个澡。哦。你到底要干嘛呀？赵教授，我和你的关系什么时候结束，由我说了算，不是你。以后我什么时候想见你，你都得来找我，不然我就把真相告诉你老婆。我想，如果你老婆知道真相的话，一定不会和你重修旧好。你怎么了？哦，没事，刚才弄花的时候不小心扎着了。没事吧？你还买花了？哦，今天早上去买了花。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哎，你好，是唐女士吗？对，是我。这是您的蛋糕。好，谢谢。慢走。你的生日你忘了？对。你是第一次给我买蛋糕。以前你每年都喜欢过我生日开 party， 我总是觉得这样好像没什么意义。所以我想了一下，从前我真的对你关注太少了。我现在想做一些改变。你这几句话就是最好的礼物。对了，最近这2天太忙了，我真的忘了买礼物了。没事。我把蛋糕冰起来，吃饭的时候再拿出来吃。啊。你在家吧？我来给你过生日。是不是有人敲门？
哎，你不是忘了今天过生日吗？我没有说我忘记了，我只是说你是第一次给我买蛋糕。哦，那这下浪费了，2个蛋糕肯定吃不完。那当然是你给我买的。好，你把这个清完。行。8床的输液瓶怎么还不给换呀？我们按了铃了。于倩，8床快点儿！来了来了。手脚慢吞吞的，真是。这大周末的真的是1分钟都不让人清闲。我刚才还去看了的，他那里边啊还有小半瓶液体呢。楚妍。啊，昨天是你负责接收的新仪器吧？哦，是我。怎么了？那为什么没有及时建立呼吸机的档案卡？我给忘了，昨天太忙了。大家谁不忙？现在没有出问题可以补，要是出了问题呢？你要是能把平时描眉画眼的时间分出去1半，我相信咱全中心的呼吸机都能重新登记一遍了。会长，我什么我？还不快去补！我一直以为你很支持我的工作，我一直也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即使结了婚，我也不想在家当全职太太。护士又不是医生。就出车祸那个精神分裂症的女人啊，那孩子怎么办？是廖青的舅舅接走吗？李小琴的舅舅不愿意要这孩子，联系了1次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我们通知了福利院，等孩子出院，福利院接手。哦，这样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护士长。啊。现在还能进到手术室吗？应该可以的。怎么了？17床的王宝卫病情发生变化，需要马上手术。好，马上去订。护士长，你没事吧？没事。中午你先自己吃饭，晚上回来再给你过生日。啊，没关系。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病人是龙向东昨天晚上收的，本来定好是周一手术的，没想到。你赶紧去吧。那我先走了。啊。李记者，唐主任，我是在这里等叶一鸣呢。我们约好了一块出去玩，请问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手术吗？我不知道，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他来了，一鸣哥。哎，唐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可是有事儿？急诊有手术。啊。你们先忙吧，我有事先走了。走吧。怎么样？主任。哎，对，这是我们唐主任，你老公这台手术的主刀。唐主任，那就麻烦您了，唐主任。不用客气。王宝卫，做完手术就没事了啊。谢谢唐主任。去了之后先打麻醉，我们马上到。好的。术前检查都完善了吧？都完善了，就是血脂偏高点，但是不影响。秦大忠已经到手术室了，他今天怎么那么积极啊？
不是他积极，是星期天麻醉科的人少，安排了吕潇当这台的主麻。他最近不是刚升了主治吗？虽然职称到了，但是叶一鸣不在，他多少有点心慌，所以就让我们心外的人早点过去盯着他。啊？哎，这个不是勘测5连术后那个孩子吗？对，龙大夫本来早上要去儿科查房的，今天早上心外不是有手术吗？我就把他接过来了。龙大夫看完了，说挺好。那你还不给送回去啊？护士长不是这2天心情不好吗？我想着，孩子来都来了，给他放在这儿，搁我们这儿待一会儿。护士长看见他，没准心情就好了。护士长最近确实不对劲儿啊。嗯。过来看，多可爱呀！麻醉怎么样？一切正常。于潇，恭喜你啊，升主治了。谢谢唐主任。这要不是因为你今天手术啊，我还真不敢上呢，心里没底啊。但一看这心外家常，我心想有你们拖着，那肯定没问题。咦，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唐主任，您不知道，刚才这麻醉给的可好了，毕竟是叶一鸣的学生嘛。其实不用太紧张，多做几台就好。我这不是想着不要给叶主任丢脸吗？可以了，唐主任，可以手术了。好，开始手术吧。那就这样，我们就按照指导会的精神继续找。好，你有什么想法，随时跟我联系。好的。好，再见。再见。哎呀，这星期天也不让人消停着。是我，刘峰。疾控中心。好，你说，我听着呢。哎，主任，这门打不开。啊？怎么会呢？我看一眼。唐主任，我们手术室的门真的打不开。巡回，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好。唐主任，我是刘峰。你们现在做的手术患者是一个莫尔斯密接者。你们所在的手术室已经被隔离了，你们抓紧做完这台手术。好，我明白，那我马上安排，有消息告诉我啊。大家把手里的活都停一下，戴上口罩，跟我来看换药室。快！把门关上。听我说完之后，大家不要惊慌。目前这个消息仅限这间换药室的人知道，听明白了吗？我刚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17床王宝卫是中东呼吸综合症的密接者。王宝卫是出租车司机，3天前在机场拉过一名外国旅客，这名旅客昨天发病，今天早上被确诊了。现在心脏中心启动烈性传染疾病应急法案，首先关闭心脏中心病区的大门，外面的人不能进来，里边的人不能出去，通知病人家属取消一切探视活动，病人的饮食统一由医院安排。其次，就地隔离王宝卫病区的所有病人，所有接触过王宝卫的医护和护工统一在会议室隔离，等待疾控中心的人来做验尸。其次，
对王宝威入院以后所涉及的场所进行彻底的消杀。为了不让病人和家属引起恐慌，就说这是防病演习，请大家配合，听明白了吗？明白。那现在就去储藏室拿防护服和 N95口罩。护士长，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什么事？看守5连术后那个女婴，现在在咱们休息室，罗永诗还在那看着呢。什么？人员都疏散好了吗？我再去检查一下。欧阳处长。欧阳处长，已经启动了应急方案，疾控中心派来检测咽拭子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正阳防护面罩，医院库房还有吗？有，查过了，已经派人去取了。欧阳，有件棘手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护士长，你把刚才跟我说的，再跟欧阳处长说一遍。啊，手术室分2种，正压手术室和负压手术室。简单来说，正压手术室，手术室内的相对压力大于手术室外，空气净化系统中新风量大于排风量。负压手术室则相反，室内相对压力小于室外，多用于传染病病人的手术。但是这次的 MERS 密接者术前并不知道，所以用了普通的正压手术室。咱们医院的正压手术室建成有年头了，净化系统不是独立的，是1拖2，2间手术室共用一套，空气可能会有混合。而唐主任隔壁的手术间现在正在进行一台肝移植手术。你们的意思是，要关掉手术室里的换气机？打针。哎，慢一点。不好意思啊。手术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带上 N95。手术室里的备用储备物资就这些，能用的我们都用。我相信医院也会尽快想办法解决。密切接触者并不代表一定感染，就算是病人已经感染了，我们也不一定100%感染。不要慌。对呀，没什么可怕的。哎，我来给大家做个科普吧。这个 MERS 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中东呼吸综合征，跟非典一样，都是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染的冠状病毒。但是呢，它的死亡率却是非典的 N 倍，具体的说就是37%左右啊。也就是说呀，3个人传染上，也大概只有1个人才会死亡。请大钟啊！嗨，我不是想吓唬他们，只是觉得这都过去10分钟了，这医院也没有点什么新的措施。医院应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病毒吧？想解决方案也没有那么快，延迟一会儿很正常。病人已经躺在我们手术台上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手术必须要把它做完。是。唉，医生的天职就是这样，一切要以病人为最优先。来吧，MERS。电影啊，还有20分钟。说吧，把我约到这儿到底有什么事儿？叶一鸣，我怎么了？我喜欢你，是真的喜欢，不是以前那样乱开玩笑的那种。一样。我知道，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讲完？我记得那会儿是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那么早？所以我说你听我说完嘛。一样，真抱歉，时间太久了，我真的不记得了。没关系，我记得很清楚就行。所以从那之后，我就总是厚着脸皮找你。比如说我出差要去机场，我也求你送我去。我就是想着，如果我们多见一见，多接触一下，你是不是就会慢慢喜欢上我？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努力了那么久都没有得到的东西，那个唐医生他才来了1个月，他就得到了。得到什么？你的心呀！我知道你喜欢唐主任，你的眼睛里全写着呢。你再喜欢他也没有用，他有丈夫，有婚姻，他不会跟你在一起的。你要这么消耗下去的话，只能伤害你自己。是，但是李阳，拿你，你能不能先不看？李阳，我真的拿你指的，我先看一下吧，我怕是医院的事儿。好，我马上就到啊。医院出点事儿，我现在得走了。啊，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你别等我了，等我忙完，这电影都结束了，这是电影票。我不是等你看电影，我是等你给我一个答复。如果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那你忙完了医院的事儿，你就回来找我好不好？这样，有什么事儿啊？我回头发微信给你啊。我真的着急，我得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不要拒绝我。如果一旦关掉换气机，那么空气里的病毒含量会剧增。但我仍然认为必须关闭换气机。隔壁手术间正在做一台肝移植手术，病人术后必须服用免疫抑制剂。如果因为换气机导致这名移植病人感染，他在免疫系统被抑制的情况下，没有存活的可能。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能用病人的生命冒险。行，那就我去吧。我去。雨香。唐主任，我没事。还嘴硬，内裤都湿透了吧？哎，他是后怕，刚才做全麻的时候做气管插管，那是离病人呼吸道最近的地方，他慌了。我真没事儿，这唐主任不也说了吗？这不一定被感染上。不一定。哎呀，不一定。哎呀，剪刀。唐主任，你们屋里人听着，现在呢，换气机1拖2，隔壁是移植病人，为了保住病人，要关闭换气机。在关闭换气机后呢，会有人来这里对你们进行咽拭子测试。不好意思啊，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害得你跟我一起在这被隔离了。护士长，你怎么来了？我来换你。你快去会议室，跟大家一起查咽拭子。不行，护士长，这个女婴只接触过龙医生和我，龙医生是17床的管床医生，我是17床的管床护士，她很有可能被感染了。如果你留下来，你也会有感染的风险的。如果她没被感染呢？如果她没有被感染，但是你被感染了，你在这就会增加她的感染几率。但是我在这儿，她就不会有这个风险。可是我……别可是了，罗永诗，我是护士长，我要你马上离开这里。疾控中心的人就在外面，快去吧。护士长，对不起，我本来想把他带来留着，你会开心的，结果
一定要小心啊！放心吧，我会的，让大家都小心点。嗯。赵教授，你终于肯来了，生日快乐！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里？前天我说房费不够，让你来交，你回去的时候，我悄悄跟着你来着。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就是想你了，至于这么凶？再说，我也给你留了余地，不然今天我就可以敲开门，把真相都告诉你老婆。什么真相？你还瞒着你老婆什么？什么就是真相啊？我都告诉她，我没瞒着她什么。是吗，赵教授？你可别骗人了。老实告诉你，在你没回国之前，我早就看过你手机了。你和他发的那些微信，说你跟我只有一次，是你的一时冲动。没错，被他撞见的那次，的确是我们的第一次。可是你没告诉他。今天来，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们的关系结不结束，由我说了算。而我现在不打算结束这段关系。你何必呢？在学校里有那么多男孩子追你，你为什么非得苦苦追求一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退一步，放大家一条生路，不好吗？就是因为追我的人太多了，才轮不到你来甩我。如果伤害了你的自尊心，我跟你道歉。但是我不会离开我太太，她也不会离开我。
是吗？那说明真相的分量还不够重。要是再加上这个呢？你流产了？没错，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回国之前出了一次意外，